气是不会到腹部，也不会到脚底，更不会到脚后跟嘛，是不是？它是里面我们的呼吸本身它就是一种力量。横膈膜本身就是一个肌肉，它是很大的肌。好，如果没有问题的话，就到这边了。哎，小问题。哎，我这边我一定要这里，我只要呈现最后刻，我还要真的力量要往里面这边想吗？我在找这里要往里面压吗？不用，不是往那里啊，是吗？这就是我上次跟你们讲的嘛，肩膀的活动，除了这个之外，还有一个根本的是往内，往这里，往这里，往这里，怎么往内的？往这里，往后，往内，要求你抽进去，你不是压，你抽进去，抽进来。可是你抽进来一定有点往后面，没有，那你怎么从哪里抽？你的手放从后面，你的手放我这边，放我手掌放平的，不然会断掉。放平的啦，手掌放平的。我这个力量是这样的力量，这样的力量。你看它是不是正的？真的耶。它不是这样，不是这样，是这样。所以八卦的手一起来，它是这个是向内收，两个都是一样，啪一向内收。你看向内收是这个力，腋下像吸进去的，吸进去，我懂。它是这个力量。所以你这样子，你的胸的结构没变嘛，胸的结构、背的结构都没变嘛。如果这样子胸是不是凹了？你这样子胸是不是凸了？对，不是，在这个结构里面把关节收进来，跟这个是一样的哦。懂。收进来，你看。所以上下都是向里面一收，力量就往中去了嘛。所以是这个力嘛。懂。这个力。我懂。这样不懂？现在懂，我想死了，想到飞出来。啊，那你要能够做得到这个，就在这边，叭一下。所以我这个手出去的，你看，是这边，叭，是这个。它是腋下夹起来。腋下夹起来。对，这个力量。对。我没有这个概念说。这是根部的力，力嘛。怎么练就觉得我哪里？对，所以我说他用很多力。你看我用这个力的话，哈，我用这个力，我的身体我还是不要用这个，我用这个，看有没有？有这个，有，就用这个。你会做这个，比别人因为协调会更好做。对，所有会更好做。对，所以关节的活动。这又是另外我跟你讲过的观念嘛，就是关节的活动，除了解剖书上面告诉你那些活动以外，它开合是另外一个活动，这个活动一定要会。而且听完就觉得这合理，而自己练你不知道这个你就怎么样就不对，你的积木就是排不对。对呀，因为你这种活动各自的这种活动，它永远贯穿不起来嘛。就是弄不对，我觉得我缺了一个东西。对，晓得吗？可是这个必须要练，这个不太好练。那个小事，老师不好意思，请问就延伸这个问题，就是肩关节把它收起来以后，我在走掌的时候，肩关节收起来，为什么这个一定要贴着身体？对啊。为什么有必要一定要？有啊，它也不是这个，它也不是这个，它这个进来啊。第一个是，它让它的力量，让我们的身体的力量从外往内集中到中央。然后这个呢，它一起来，它是不是把肋骨限制住了？两边的肋骨都限制住了嘛？所以你在呼吸的时候啊，你运用的呼吸，它就是往上下走的。你把这边一张开的时候，你的呼吸是往横向走的。横向走的时候，它就没有这个力量，所以你练这个手掌的时候，你练的横膈膜的运动是横膈膜中央的地方的起落，听不懂？中央的起落，它不是横膈膜的这个，它不是横膈膜的平展，跟这个不是整个横膈膜，是中央，所以它才能够让你越练的时候，你越练你的气血运转的越快嘛。
所以你这边的力量就越强。这边力量越强的时候，它到丹田，它到小腹的那个能量才够。听不懂？就跟你那个水柱一样嘛。你那个水，你开一个水龙头，你那个水开，它如果是花洒型的这样子，范围大，可是它没有力量啊，是不是？它要有力量，那个水柱要有力量，它必须约束起来。这个道理是一样的。所以有很多时候八卦拳，很多时候你们去注意，你在呼吸的时候，肋骨的运动方向，它牵涉到你里面的不同空间的开合，也就是说，它会把你的呼吸的力量引导到不同的方向去。老师，我是问说手为什么这样贴着？可是所以老师回答意思说手把身体绑起来。对啊。那为什么不收小腹就缩住腹部就好了？你不行啊！你缩腹部，你就阻挡了上下的流动啊！我跟你讲，所有的这些外在的动作都牵涉到什么？牵涉到控制内部的空间。当我这样做的时候，我是限制到肋骨的活动嘛。这个在很多门派都有，它叫束肋。束肋就把肋骨贴起来，不要它开。所以当我这样做的时候，它竖起来了嘛。可是我这个地方是开的啊。对。我的中央这个通道是开的啊，晓得吗？那你用这个力量，中央通道被堵住了。所以哪边关哪边开，我们的外在动作主要的是什么？主要的就是很多这个东西就叫做导引，这个就叫做导引。导引是我的外在动作，我让我的比方以呼吸来讲，我的呼吸是这样走，我开，做体操，这样呼吸的时候，是不是肺是这样开？肺是这样开的嘛？我们如果是这个样子，你这样子的时候，你做呼吸的时候，它是不是到这边来了？对，是吧？这你们一试就晓得嘛，把这个关紧嘛，它就到这边来了嘛。如果背你是这样子的时候，你是这样胸再进去，你吸气，它是不是到背去了？就是你的姿势不同，里面的空间就在变。然后空间变化的时候呢，就是内压跟外压，它就产生了变化了。所以外面的空气就自然去到那个压力比较低的地方去了。消跟底用的也是不一样的地方。这就是导引术。所以为什么你们练八木掌的时候，我说很要求，比方讲心，你一定要什么肋骨要收住，这个时候你这个力量才会到这个，你开的是这个部位。你如果是这个样子的时候，你开的是这个部位，你开的是这个部位，受影响的是这个部位，而不是这个部位。听不懂？为什么要把另外一边关起来？因为我现在我要它只到这个部位，我的能量只供应这个部位。不只是消笛，不只是因为乐器发出不同的声音，它在身体摆的姿势，为什么它会有那一个箫的一个味道跟笛的味道是不一样的？对啊，箫看起来那么明亮，笛那么明亮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有时候真的这样做会感觉那个气真的会到丹田。是啊。只是我只在想说，这是真的气到，还是我的意识压力？是真的真实的压力到。压力，气是不会到腹部，也不会到脚底，更不会到脚后跟嘛，是不是？它是里面我们的呼吸本身它就是一种力量。横膈膜本身就是一个肌肉，它是很大的肌肉嘛，很强的肌肉嘛，所以它的活动就是带动胸跟腹之间的空间的变化，跟压力的变化。所以你越松的时候，你越松，那个压力它走的就越深，听不懂？如果身体很紧，那个压力它就没有办法往深入走啊。所以为什么放松？你练内，我要到哪边去？你一定要放松嘛，因为放松的时候，那个空间出来了。
空间出来，你外面的压力，哎，它就进去了，循那个路就进去了。所以我们外在的动作是帮助里面开出那个路来，晓得吗？所以外面一定要影响到里面。所以我们在看拳的时候，在看一些东西的时候，他打一拳出去，我看的不是他打这一拳，我看的是他这一拳对他自己造成什么影响。听不懂？所以你打一拳，你练打一拳很有力量，很有力量不错。可是我看的是这个力量对你自己造成的影响是好还是坏？所以我们的动作，八卦拳的动作是对外御敌，对内养生，要达到这两个要求。同时同时要达到这两个要求，晓得吗？不是光漂亮，现代比赛武术它漂亮，对内是不行的，它很多的动作对内是有伤害的。膝盖跟呼吸，它很多那个呼吸是没有调节的，是一直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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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错的，听不懂？所以编一个套路，传统编一个套路没有那么简单。当你的认识越浅，你越认为编一个套路是很简单。你认识越深，跟学任何东西一样嘛，是不是？你读了真正好文章了，你觉得我不要写文章了，是不是？对，还有问题吗？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放松肩啊？什么不要练大肌肉啊？因为外在的动作肢跟体之间达不到贯通的话，你外在的动作就不能造成里面的空间的变化，就这样子。老师，那已经练了怎么办？放松啊，没问题的，没问题的，因为你的肌肉越大，表示什么？表示你这个肌肉里面储存的能量越多，同意吧？当你把它释放开，你放松了，把它释放开的时候，它能够产生的功效就越大。听不懂？筋是靠我讲过，筋是靠血来养的，筋不是去拉去什么，筋是靠血来养，血的什么？血的营养跟温度。瘦的人，他的肌肉里面储存的血跟温度比较少，所以他要养那个筋比较慢。肌肉大的人，当你能够把肌肉放松掉的时候，它落下去了以后，肌肉里面的血液流通了，它能够提供你身体的那个热量跟营养就顺畅了，所以他去养那个筋就快。也是好像身体会比较容易发热。对，所以最理想的是这个样子。所以练武年轻的时候是先练肌肉，不是不练肌肉哦。你要储备嘛，储备了以后，师傅说好了，差不多了，你就开始练放松肌肉，让你肌肉的能量能够沉下去到你的身体的更深处，晓得吗？去营养筋骨。我在拉斯维加斯看一个人表演，一个老外表演，那个身体是这两个方面配合的非常好，他那个肌肉是浑圆的，很漂亮的肌肉，浑圆的。可是他练什么？他表演什么？他表演一个乒乓球，他的身体的任何的地方，那个碰到乒乓球，他都可以把那个乒乓球弹起来，表示说他非常松。它非常松，它可以局部控制那么小的部位。垂直，它也可以把它。对呀，它就是喷起来嘛，起来，然后它的身体任何是到这边，它啪一个起来嘛，到背上啪把那个乒乓球又弹起来。这种阴阳平衡。对，它要控制很小的地方。
这又松又有力量，又有弹性，这种身体才是最好的。这多少年前的事情？很多年了，我到拉斯维加的时候，起码20，我退休，民国83年左右。对，反正现在越来越少这种人类，对，消失。越来越少。还有一个女的，已经那个时候在拉斯维加表演哈，我看起码有70岁了，一个女的，跳芭蕾舞的。她表演，她芭蕾舞，她还可以在那个男的身上缠绕啊，哇塞，那个身体也是非常的那个很厉害。记忆啊，这种是可能苏联的传统技或者哪里？对，我觉得他们苏联。这些都是基本功非常好的，基本功阶段练得非常好的。所以任何一门技艺啊，身体的技艺啊，它真的照规矩练到好的时候啊，最终的呈现是一样的，只是看做什么用。跳舞的是跳舞的用，那个是那个用，身体的那个基本的那个能力条件是一样的。哎，听不懂？那都一样的。像他说那个跳他们那个国标舞的，以前是在宫廷里面的，在宫廷里面的一代一代的人在宫廷里面研究这种肢体的这种东西，当然会深入嘛。他老师就说：“你们国术的怎么可能深入嘛？练就死掉了，练打就死掉了，打就死掉了，30多岁、40多岁就死掉了。你们怎么会有时间研究深入呢？”对啊，他说他们是国王养着的。对啊，他们是贵族在养嘛。所以中国武术研究深入是在什么时候？成平的时候，明朝、宋朝长期成平的阶段，出来所谓内家拳这样的东西，一直战乱是不可能的。就是这样子啊，吃饱没事干是很关键。对，真的啊，贵族都是这个样子嘛。你看西方的贵族，探险的是谁？贵族嘛。搞艺术的是谁？贵族嘛。对。搞收藏的、挖宝的是谁？我有问那个新竹，我讲他以前的，他以前从宋代开始弄出来的。然后我说那些人哦。我现在学东西，有些东西很不可思议，怎么想出那些东西？对啊，新竹怎么讲？就因为他们那时候吃饱没事干才弄出来的。是啊。新竹这样跟我讲。你看那些画画的传统那个巅峰是什么人？就是吃饱没事干的啊，或者他有才华，他没有官做，他没官做，是不是？就这样子，文化就是在那个成平吃饱没事干的时候弄的。是啊。啊。好了，下礼拜见了，拜拜。好。